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杜，我现在在广东广州，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广州比较有名的城中村，被誉为广州的第一城中村——塘厦村。塘厦村比较出名，是因为1958年的时候，毛主席视察过塘厦村，在塘厦村的大门牌坊旁边就有刻着毛主席视察塘厦的一个场景。当时视察的呢是塘厦村的农业合作社塘厦福善。往里面走呢，就是塘厦村最繁华的一条街了，达善大街。塘厦村是很多外来朋友来到广州打工生活的第一站。今天过来给大家拍这个视频呢，主要是带大家了解一下在繁华的世界一线大城市广州打工的真实生活场景。一进门呢，这边就有租售房屋的，从400到1800不等，大单间小单间也有这种套房啊，2房1厅的。这边租房的比较便宜，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外地朋友来到广州选择居住在这边。而且这里的交通非常的方便，门口是中山大道啊，BRT 4通8达，现在也正在修建地铁13号线。一旦地铁建成，那交通就更加方便了。因为广州的城市新中心向东移了，就是天河区珠江新城那一块，然后塘厦村呢离市中心也不是特别远啊。来到塘厦村，这里和深圳的一些城中村是一样的啊，都是握手楼。大家看一下啊，这些楼房的间距离都比较小。我们目前走的还算是主街道呢，如果你往那些小巷子去走，那就是一线天。就比如这种街巷，进去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因为今天是今天啊，就算是蓝天白云出太阳的情况下，这里也只能够看到一线天。对面呢就是毛主席视察塘厦的纪念馆了。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门店也非常的小，寸土寸金。如果说等着拆迁，塘厦村拆迁还早着呢。像离珠江新城比较近的原村现在还没有拆迁呢。我有几个朋友啊，包括同事都是在珠江新城上班，然后居住在原村那里。我有一个朋友在原村800块钱租住的是单身公寓，单身公寓就像我以前住的那种民宿是一样的，里面空调、洗衣机、电视，反正各种设施一应俱全。800块钱在原村那边啊，交通比这里要方便一点。去珠江新城上班的话，骑个电瓶车或者说坐地铁几站就到了。这里是村子里的祠堂，10块钱的自选快餐。大家也看到了，在这里吃饭也很便宜啊，10块钱都能吃饱。就说在这里不仅能够租到便宜的房子，还能够节省你的生活开支。你在市中心那一块，就算是老城区、优秀区那里也不太可能。像这种比较大的城中村，它都有便民车，类似于村里面的公交车。走到这边的街道呢，大街就宽阔一些了，没有那么压抑了。在塘厦村还有一个比较热议的点是哪里呢？就是说在这里居住的河南的朋友比较多，在网上有说几万的、几十万的，几十万的可能是夸张了。据资料显示，塘厦村也一共就30万人吧。其实塘厦村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啊，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全国的美食，像前面就有一家香月的蒸菜，蒸菜也是比较好吃的。我在湖南就比较喜欢吃蒸菜。这种大街看起来跟我们农村老家的集镇有什么区别呢？这旁边呢还有一个唐龙商业街。来到这边说白了就是为了讨生活嘛。像这里面啊都是比较潮湿阴暗的，很多朋友都是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边的环境怎么样大家也看到了，我拍的只是冰山一角，这边到处都是搬家的，所以会有一些大叔在一些主干道上拉着3轮车在那里等活。视频的方式就是记录嘛，在多年以后塘厦村肯定也会拆迁，拆迁必然会负一批人，但同时也会带走很多在塘厦村居住过的朋友一份美好的回忆。这里有太多朋友的欢声笑语、喜怒哀乐。像这位大叔就是在这里等活呀。像这种城中村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社会，来自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文化都汇聚在此。同时这里也充满着一些陷阱，就比如说他给你发传单呀，一些免费的体验，女的就是美容的比较多，男的就是剪头这一块。
为什么有的朋友剪个头花30块钱就能搞定，进一家店却花了1、2千甚至更多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告诉你免费体验这那的，都是想要骗你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亏上当，就在于我们想要贪那个小便宜。在这样的繁华大城市背后，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些生活在基层的人群呢？其实不光广州了，在全国很多大城市都是同样的现象。不只是说一些基层的朋友住在这里，甚至一些白领啊也居住在这边。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居住在这样的狭小空间，然后在广州打拼，等待着机会和机遇。类似的环境不足为奇，但这种握手楼在广东较为常见。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出门就有 BRT， 交通很方便。最后在这里祝愿每一位在外打拼的朋友都能够梦想成真。